刚才听你们在那儿聊，我觉得你的想法都挺好的。要是我还想不出那些点子呢。所以你就辛苦一点嘛，婚礼就交给你了。啊，我相信你会给我个 surprise。你真的那么想吗？嗯，真是这么想的。只是什么？真那么着急结婚啊？就不能再往后推推吗？推一推。小兰，你还是不想和我在一起吗？倒也不是。哎呀，可是我最近胖了，你总得给人家点时间减肥吧？胖吗？我看看哪儿胖？真的很胖。哪儿胖？小兰，不管怎么样，在我的眼里，你都是最美的。你知道吗？你在我身边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觉得很开心，很幸福，也很满足。说完啦？不再说点啦？快点，放下啦！哎呀，好多人看着呢，快走！你要凌云回顶峰，你自己去跟他说就行了，干嘛来找我？小月，别叫我小月，都一把年纪了，叫我程月吧。好吧。你以为我没有找凌云聊过吗？但是一谈到这个问题他就逃避，所以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有来求你帮忙了。凌云最听你的话，哼，你说一句话，定上我10句。要不要凌云回顶峰？我希望让凌云自己来决定。我明白你心里的顾虑，是因为张黎黎，是吧？你也知道，顶峰是我全部的心血，我一定要把他交到我自己的孩子手里边。就凌云、剑雨、剑锋，他们3个，一人1份，谁也抢不走。我当然知道顶峰是你的心血，所以什么？所以当初你为了稳住你公司，宁可和我离婚，再娶张黎黎。陈月，你叹什么气呀？没事。你真的想让凌云回顶峰吗？其实呢，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。我知道现在剑雨长大了，他开始要权力了。他一直跟张黎黎在明争暗斗，他们以为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什么都知道。但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？一个是我的长子，一个是为了我的小儿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你说我心里有多痛啊？其实凌云他也跟我说过这些，但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再说，富贵也不见得是件好事。你就不要再嘲笑我了。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凌云能够回到顶峰来。凌云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，他最能够体谅我的感受了。有他在中间调和的话，我想剑雨和黎黎，他们应该会相互顾及一下，不会争斗的那么凶。我把所有的心血都扑在了顶峰上，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因为内斗而是顶峰内部土崩瓦解，这
这样我会死不瞑目的。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我看到太多的企业都死在了内耗上，所以我不希望鼎丰也步那些企业的后尘。所以陈月，我最放心的就是凌云，我希望你能够帮我去跟他说说，让他尽快的回到鼎丰来，好不好？建宇说要和张黎黎争，但是万一把鼎丰争垮了，那建宇也会不好的。看建宇那么上进，万一鼎丰垮了，建宇一定会崩溃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好吧，我会去找凌云谈一谈，但结果如何，还是让凌云自己来决定吧。妈，吃饭了。妈，怎么了？凌云啊，过来坐下，妈跟你说个事儿。好呀。怎么了，妈？你爸来找过我了。我爸来过了，你们聊得怎么样？你爸要你回鼎丰上班。怎么又是这个事情啊？妈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的陪着你，照顾你，什么地方都不想去。可是你爸说，那建宇现在和张丽丽斗得很厉害，要是他们两个继续这么斗下去，公司可能会被斗垮。斗垮就斗垮呗，反正这是他们的东西，跟咱们又没什么关系。你说这什么胡话呀？那可是你爸和你哥的心血，你想啊，万一鼎丰真的垮了，你哥他能受得了吗？以我对我哥的了解，他估计会受不了。所以妈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鼎丰。妈是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，但是我明白，只要你能回鼎丰，你哥他就能在鼎丰稳住他的位置，起码他不会走投无路。可是妈，我真的不想掺和在他们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情里面去。丽云，妈知道这件事情很委屈你，但是妈只是想弥补建宇。弥补，妈，你怎么一天到晚光想着弥补呢？你离开哥哥又不是你的错。当然，他是20年没有母爱，他很可怜。但是哥哥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。还有，他20年没有妈妈，我还20年没有爸爸呢。为什么我不能有自己想过的生活？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帮他呢？对不起，凌云，是妈太自私了，妈没有别的想法，妈就是想能够弥补建宇。再说了，妈希望你能有你自己的事业。凌云，女人不能一无所有，这是妈的私心，也是妈对你的私心。这样吧，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。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，你慢慢想，好好想，想清楚了再说啊。
喂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我对吃饭没兴趣。这个卡里面有600万，密码是6个1，收下吧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我这个当后妈的看你们这母女俩呢挺可怜的，所以给你们点钱，你可以带你妈到国外去疗养一下。哦，如果有什么样的需求尽管说，能满足的我一定满足。你想拿钱赶我走？不行吗？陈丽丽，我告诉你，你留下来什么都得不到的。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我留下来只为看你张黎黎什么时候落入法网。都跟你说了好几次，你妈住院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都跟你说了好几次，你说的话我不相信。如果我这样对你们下手的话，一定等你走了以后才下手。我怎么会找你回来呢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陈凌云，我劝你见好就收，不要连累你妈了。她年纪一大把了，经不住第2次这样的事情。你敢？我突然觉得我哥说的有道理，对付你张黎黎，只能让你一无所有。不好意思，我突然对鼎峰有兴趣了。陈凌云，司建宇以为他把你安排进了投资部，他就可以和你联手来对付我。你太天真了，以你的资历啊，空降投资部，你能镇得住谁？你玩不起的。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好了。是我，我要回去。对，回鼎峰。爸，你要赶紧治好病，赶紧回来，我等你。废话，我儿子都搬回家来住了，我当然得回来了。我还要好好享享清福，让你呀孝敬我10年8载的。什么10年8载？病治好了还有很长时间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的去孝顺你。总之你听话，好好把病治好了，赶紧回来啊！对，说的没错。一泽，我们去国外了，居野就你一个人，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啊！还有，就是你的婚事，你自己也上心吧。你爸这样你不用操心，交给我，放心吧。好了，知道了。那个公司的事交给我，不用担心，我可以处理。至于爸，交给你了，我也很放心。好了，早点搬回来啊，走吧。不是说我收你吗？你非得自己去？哎呀，有司机送就行了。我最见不得分别时的儿女情长，哭哭啼啼啊。
走了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公司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啊。好，我知道。就这样吧。进来吧，哥，你来了。哎呀，想找你一块儿吃饭来着。怎么样？我给你安排的房间喜欢吗？不喜欢给你换一个。哎，不用了，挺好的。怎么了？一脸的不高兴，遇到困难了？哎呀，之前张经理还跟我说我压不住底下的员工，我还不信。但是我现在终于相信了，上面的员工可能是因为我资历浅，我只是董事长的女儿，所以工作上极度不配合，更别说积极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头疼得很呢。投资部是公司里面学历最高的一个部门，自然会傲一些。他们向来不服从领导，只服从业绩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找几个好的项目，以你的名义投下去，我相信我会帮你站稳脚跟的。不过，这样的项目也不好找啊。是哪个项目？非常适宜。行了，这事儿交给你哥我来办。走，先吃饭去。啊，不了。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喂，曲航，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个项目？非常事业。你呀，有空做什么吧？几点了？都快12点了。都快12点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注意时间。没事，常阿姨在我家呢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啊。哎，你让我帮你查的那个项目，我查到了，是一个 VR 供应商，具有非常高的投资价值。我建议你赶快下手。我给你做了几点投资要点，你根据顶峰的情况扩展一下就行了。好。我调查了一下，这个 VR 的中文意思就是虚拟现实，概念是在80年代初提出来的。
喂？什么？你说飞翔视野被抢头了？哎，谁抢的？再说一遍。鼎丰集团。爸，你看一下。不错。最近啊，凌云在投资部做得非常的不错呀，尤其是非常视野这个项目啊，创新性和商业潜力都非常的高，这就证明啊，凌云商业眼光非常准啊。记住了，一定要把这个项目争到手，那就是给鼎丰争到了一块宝啊。我知道，这个里边一定有你这个当大哥的一份功劳，辛苦你了。爸，要别的事情你表扬我一下，我一定很开心。但这件事儿真的不算是我的功劳。说实话，最近我一门心思的在储备地块，还要应付鼎丰上市的事，所以凌云那边我算是有心无力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还真得谢谢他。虽然凌云在投资部遇到不少的困难，但是凭他自己的能力，他站稳了脚跟，还做出那么亮眼的成绩，也帮了我不少的忙。爸，我真觉得凌云他挺有商业头脑，眼光准，大局观强。在投资部再锻炼个2年时间，他一定可以担负更重要的责任了。你说的很对。担什么重责呀？爸，大哥，哎，你不是去参加酒会了吗？不是想着你就提早回来了吗？司建宇，你真是个好大哥。这陈凌云已经是投资部的负责人了，你还想让他担什么重责？这公司呢，再往上走，就是我的位置了。你该不会是想要我把位子让给他吧？江总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不过公司在你的手里面这么多年，确实也不温不火的，没什么突破嘛。当然了，这个也不能怪你，毕竟这个世界发展太快了，您跟不上步伐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加上现在的趋势是年轻化了，鼎丰也逃不掉。鼎丰需要继续成长，就要迎来第2次创业，需要更多年轻人的热情和冲动。凌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，那公司的职位自然就是能者居之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年纪大了？我想说的是公司的发展趋势，至于你的年纪嘛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建宇，怎么跟丽丽说话的？她是你妈。爸，我有妈。谁稀罕当你的后妈？我又不是没个儿子。行啊，刚才你说公司要年轻化是吧？我们建丰够年轻吧？你刚刚说投资部做得很好，可你别忘了，投资部里边不是只有陈凌云一个人，还有我们建丰呢。论功劳，那也少不了我们建丰吧？妈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什么都没做，哪来什么功劳啊？倒是我姐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愿意教我，我还挺佩服她的。佩服她什么呀？这个公司是我和你爸辛辛苦苦一步一脚印做出来的，你跟这个不感恩的东西，这些年来吃喝拉撒都是我辛苦赚来的血汗钱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老拆我台呀？啊，我养着你干什么的？一点用都没有。我都说了我不去，你偏要我去，我去了又没有人教我，只有姐姐愿意教我，她什么都会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当然佩服她了。你再给我说下去。够了，都是一家人的，吵来吵去的干什么呀？啊，我还没有死呢，你们要是有多余的精力，都把它放在发展鼎丰上好不好？整天的你死我活的斗，这是干什么呀？
啊？你们一个是陪了我20多年的妻子啊，一个是我养了20多年的儿子，你们让我省点心好不好？巴不得我死，你们才开心呢，是不是？爸，怎么了？你这是吧？爸，姐夫，扶着爸爸回屋。我再说一遍，我还没死呢。司建宇，这20几年来装的对我毕恭毕敬的，现在终于原形毕露吧？不敢。张总这20几年来，人前对我是关怀备至，人后对我是冷漠忽视，我司建宇一辈子都记得。顶峰是我爸的心血，是我们司家的，我当然要保住。说的自己多伟大似的。司建宇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以为你和陈凌云联手就能对付得了我。你以为那是你亲妹妹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？你小心点，别引狼入室了，到最后所有的好处都给他拿走了。对自己家人，我当然放心了，不需要外人操心。外人啊，说得好，在这个司家，只有司萧汉、我，还有司剑锋是司家的人。所谓的外人嘛，就是有你一个。赶紧给我滚出司家！这非常视野不是一直跟我们都谈得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间他们跟鼎峰达成协议了？是不是我们这边出了什么状况了？我已经仔细核查过了，这次确实不是我们的问题。当初对方抬价过高，我们就按照您的意思暂停了谈判。没想到鼎峰强势介入，高于我们报价30%，迅速与对方达成了合作。溢价30%，看来我是对这个项目太有把握了。这件事情跟你们没关系，你们并不需要负任何责任，都怪我，我会跟董事局解释的。当务之急，赶紧帮我想想一个补救的办法。谁有这个能力去估算我的竞标价格呢？这鼎峰里头，应该只有建宇才能做到。可是建宇不是在地产部吗？他什么时候去投资部呢？副总，这个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我们这次的对手确实不是司总，而是你以前的法务特助陈凌云。陈凌云，他怎么会回去鼎峰呢？副总，我们下面的人刚刚开过会，非常视野这个项目，我们并不是没有从鼎峰手上抢回来的可能。司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别老司总的，怪生分的。我买了一些营养品，特意过来看曲叔叔。还有，上次那个事情，哎，过去的事情不提了，我们都不是小气的人。请坐。好。今天过来是想喝茶还是喝咖啡？都到你们家了，就喝茶吧。好。
谢谢。还是你们家的茶地道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一会儿走的时候我给你拿一些。这儿别的没有，茶广告。我这又吃又拿的，我妈要知道了，肯定得说我的。不过曲恒，我这次来是真心实意的想感谢曲叔叔。如果不是他护着我妈的话，曲叔叔也不会伤得那么严重。你不用客气，程阿姨看着我长大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哎，对了，凌云这段时间的工作做得不错，我知道这后面都是你的功劳。其实是凌云聪明有悟性，跟我没多大关系，我只是在旁边提点了一下他。你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亲自带带他，我相信他的成长会更快。你就别跟我谦虚了，要不是你经验丰富啊，这一次凌云肯定拿不下这个项目。就算换做是我的话，也会费不少的功夫。曲恒，你的能力我都看在眼里，你是一个人才。更难得的是，你对凌云的这份感情。我现在正式的邀请你加入鼎峰。你放心，你来鼎峰以后，不管是职权还是职位，不会比你在地结的时候低。不管是你想在地产部门帮我，还是想在投资部帮凌云，都可以。待遇嘛，随便你开。你看，我这样够有诚意吗？我……曲叔叔，曲叔叔，曲叔叔呢？啊，司总也在这儿啊。你也是来找许恒的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是……许恒是个人才，不过有句话说得好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他已经答应我去顶峰了。啊，司总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找曲恒的，我只是来看曲叔叔的而已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进去了。你为什么要跟可可说那些话？我如果真的想回地结的话，我会亲自跟可可沟通，你没有必要刺激她。而且，我不会去顶峰的。我实话告诉你，现在我只想好好经营好这个茶馆。我爸岁数大了，这个茶园是我爸一生的心血，我不能让它荒废了。曲儿，你要这样做的话，可就是大材小用。管理茶馆这种事情，交给曲叔叔就好了。许恒，我是真心实意的邀请你加入鼎峰。凌云身边如果有你在的话，是他的福气。如果凌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，我这个做大哥的替他跟你道个歉。我没有觉得凌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，你不需要向我道歉。而且，凭我和凌云的感情，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会直接沟通，不需要别人来说。看来是我说错话了。不过曲恒，你真的忍心让凌云一个人面对那么多的商场上的对手吗？还有，你又忍心让他一个人去对付张丽丽吗？他现在是强撑着，其实他很辛苦。而我呢，面对很大的压力，很多时候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难道在凌云困难的时候，你就不想去帮帮他吗？凌云如果真的有困难，我一定会帮忙。但是进顶峰就没有这个必要了。你是不是担心将来和周可可会站在对立面？你想多了。如果是我想多了，
那是最好的。不过曲恒啊，我希望你知道，在我司建宇的心里面，你可是我认定的妹夫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你要知道，这样的信任可不是随便得到的。一家人的信任，的确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。不过到底是不是一家人，恐怕还要看凌云的意思吧。不是司总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。这个年头，好像当哥哥的都喜欢替妹妹当代表强出头，这可会让我们很困扰的。说的没错。雪儿，刚才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许叔叔啊，这次来我给你买了一点营养品，你好好调理身体。我妈说过了，等空了她就过来看看你。那谢谢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不送啊。他来干什么呀？他说想让我进鼎峰帮凌云。帮凌云？凌云有什么好帮的？他有爸有哥，鼎峰现在是如日中天，一切都好好的。你要真的帮的话，还不如帮可可呢。谢谢曲叔叔了。不过，鼎峰的平台的确要比地姐好。许恒这么有能力的人，去了那边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的。发展什么呀？我家里什么都不缺，现在缺的就是一个孙子。我就是希望他能早点跟我结婚。哎，爸，你别瞎说。你现在啊，只照管好自己的身体就行了。我身体好着呢，我只要能早点抱上孙子，我的身体都没问题。哎，曲叔叔，你就别逼曲恒了。天色也不早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哎，你留在这儿吃饭吧。公司还有点事儿呢。哎，涵涵，赶紧送送人家。哥哥，真的不用了。不过曲恒，你待在茶馆里，真的可惜了。鼎峰的确是个很好的平台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创业的话，我也是会支持你的。不过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的任何决定。毕竟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可可，我其实想跟你说，如果是其他的话，那下次再说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慢慢走啊。曲叔叔，这个滤水器怎么样啊？哎呦，忘了告诉你，你让我代理的这个东西啊，我卖的特别好。谢谢啊。这好东西当然要让曲叔叔一起代理了。那我走了。走好啊。看什么呢你？哎呀，爸，你干嘛呀？看嘛，眼睛都看直了。干！你是不是后悔了？我后悔什么？你能后悔什么？还不是可可的事情。哎呀，儿子啊，爸跟你说，来，坐下。爸爸呢，不是说凌云不好，啊，爸爸是看着凌云从小长大的，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，当然希望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了。只是爸爸觉得，你要是跟凌云在一块儿，你会很累。你看，这
可可就不一样，你看人家既乖巧又懂事，关键人家对你上心。